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被断崖式的下修了80%几，紧接着特朗普亲自出面开除了美国劳动统计局局长艾利卡。现在资本市场大家更关心的是，美联储的独立性还能保得住吗？美国到底背后是经济崩溃了，还是数据造假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一连串爆炸事件背后的真相，以及这件事儿对你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之前呢，咱们讲过，美国劳工局最新公布5月份非农就业初值是14.4万人，修正后只有1.9万人；6月份初值14.7万人，修正后只有1.4万人。这哪里是修数据啊，简直是把小数点挪了位置。而7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呢，只有7.3万人，远低于市场预期。同时，美国失业率飙升到了4.2%，市场直接炸锅了。面对如此离谱的数据，特朗普第一时间甩锅。他说这些数据呢是被操纵的，是为了让我和共和党看起来更糟糕。然后他就真的把劳工统计局局长艾利卡·麦肯塔佛给炒了。问题是这件事儿真的是局长的错吗？其实呢，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啊，不是全面普查的结果，而是靠问卷抽样加模型估算。重点来了，美国劳工局自己都承认，这次问卷的回复率已经从80%跌到了45%，也就是说，每次发布初值的时候呢，一半儿的问卷还没回来。那你说这个数据能准吗？当然要大幅修正。所以这也不算是造假，而是初值偏离太大，加上信心预期崩溃的双重打击。关键在于，特朗普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就罢免了这位统计局局长。市场开始担心，今天是统计局，明天会不会轮到美联储？货币政策会不会也要听总统的？这才是市场真正担忧的地方。数据政治化，制度信用受损。那这件事儿对中国和全球资产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利好和风险两个方面。先说利好，市场预测美联储9月份降息的概率呢，从当初的39%飙升到了80%。美元信仰松动，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。A 股、港股将获得流动性利好，短期可能会受益。风险在于美国经济内在动能减弱，消费投资下滑。如果引起美债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的信任危机，那全球市场将震荡。美国如果陷入经济加数据加制度信任三重动荡，全球都难以独善其身。短期来看，市场将迎来降息交易的利好，但长期更是要警惕信任赤字的外溢风险。普通人要做的是保持对全球资本流向的关注，适当增加防御型避险资产的配置，比如说黄金，比如说红利股等等，减少过度依赖单一市场、单一货币的风险敞口。我们要在混乱中看到秩序，在动荡中寻找机会。记住一句话，不是利率决定市场，而是信任决定资本流向。当美国的制度光环开始暗淡，中国资产的吸引力反而会开始悄悄抬头。我是苏涵，下期见。